大家好，比特币昨天又大跌，反正我已经是加仓了，以及2年之前 all in 的利润，目前还是希望朋友们继续坚定 hold， 或者是几天之前 Discord 交易群上面是通知，可能比特币 82.4K 左右会是支撑。那如果新的资金有在这个位置买的朋友，今天早上它就跌到 82K 左右哦。我的观点是，也要留一部分资金防它万一再跌破这个位置。或者是期货短期有利润的朋友，包括这个位置为什么加仓，等下来聊聊原因。主要就是那个人民币印钞的速度大的吓人。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社群。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而且 OKX Web3 钱包也是非常好用的一款去中心化钱包。上面可以买卖一些没有上市的代币，当然也要注意风险哦。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返佣20%。我们先来看一下 Discord 交易群比特币短线的这个小组，也就是2月25号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今天早上真的就跌到$82,200哦，因为当时给的一个支撑位大约是在$82,400，这个记录我是没有编辑过哦。不过今天跌到82000附近的时候，当时也在睡觉啊，或者是现货早上起来的时候，反正我是继续加仓了。因为之前我们看一下，包括2月20号的时候，其实推特上面也是有通知很多朋友，你看到周线的这个 MACD 10万交叉，我们尽量还是要防啊，就是怕它跌破那个$90,000。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包括更早之前也是有跟朋友们提到，新的资金建议控制，不要搞太多，而且我是一直在发，万一真的跌破9万，会不会去8万？包括那个7万4，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记录我都没有编辑过，如果有编辑过，把这个记录编辑一下，填一个1，保存一下，它会显示已编辑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或者是这个82000为什么会有一个支撑啊？其实我心里也没底哦，也是乱猜的。就是前面的这根 K 线，它不是往上突破嘛？那如果在这个位置买了现货，我个人的观点，我是不会选择卖出了，因为那个人民币最近印的速度是非常的吓人。或者是新的资金，我的观点也是一样，你要留一部分，万一它跌破这个82000，或者是有没有可能低于8万？昨天是跟大家讲，我可能会选择满仓。那至于这个位置，我为什么选择比特币继续加仓？主要就是那个人民币，我感觉现在都不是人民币。最近有一些新闻是有报道，大陆的 M1 供应量好像是比去年增长了接近1倍的供应量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网上的数据哦，货币供应量，你从任何一个网站或者是直接去搜索人民币 M1 或者是 M2 供应量，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人民币 M1 供应量。2023年12月份的时候，当时的供应量是68万亿人民币，然后现在2025年的1月份，人民币 M1 供应量是112万亿人民币。当然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他这一个统计数据是不是数据的来源有改过，所以突然间这一个人民币增长了近1倍。不过我的观点，我们先不管它这个统计的数据是不是有修改来源的数据，那我们先观察112万亿的人民币，你如果去换算为美元，它是接近16万亿的美元哦。或者是我们可以看这个 M2 的供应量，也是以前有跟大家讲过，好像是10年之前只有99万亿的人民币，现在是10年的时间已经达到318万亿的人民币，如果按7的汇率去计算，等于是 M2 的供应量是45万亿美元。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 M2 供应量是多少，这边有数据哦，2024年12月1号吧，还是21万亿美元啊，等于是大陆的人民币 M2 供应量是美国货币 M2 供应量的2倍，这种是什么概念？所以现在比特币之前在高位的时候在计划，万一比特币盘整区间有挖坑，现在跌下来，我个人是感觉不要去管啊。它如果真的要在下跌，或者是
也是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前面的几个高点，比如说这些高点的位置，估计可能下不去啊。就算它再跌到这个位置，也就10%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个人观点，我们再观察就是下方的这个恐慌指数啊，之前在60、70、80，比特币在10万的时候涨多了，先不要去追啊。它现在跌下来，恐慌指数已经来到20以下，一般经验可能就是非常重要的买点啊。包括之前的这些点位，50K 到60K 左右，当时的恐慌指数也是修正到接近20下方，就是非常重要的买点。或者是我们再看一下历史，比特币在2022年的6月份，当时这个恐慌指数也是来到接近10的区间，这个位置也是低点，虽然后面有一个黑天鹅事件。包括我们看一下更早之前，感觉这个位置非常像比特币在2020年3月份，当时疫情恐慌的时候，价格跌到3000到4000美金，恐慌指数也是在10附近，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低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日线的图表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箱体，我不知道画的准不准啊。如果真的是这个箱体的情况下，一个高点、2个高点、3个高点，上面可能是陷阱，然后下方低点的支撑，就是这个箱体，你去目测它的区间，跌破9万，复制一个箱体。昨天不是跟大家讲，如果它真的低于8万美金，我有可能会把剩下的资金全部 all in 这个比特币，继续买入哦。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链上金鱼的数据，买入1天，然后昨天下跌又卖出。我们先不管这个金鱼数据哦，还是来看一下，比如说指标 RSI 指标，包括之前也是一直在预发，如果盘整，历史的经验盘整，可能挖坑的位置它会上，挖坑它会上，包括之前的25K 挖坑它会上，以及这个位置也是挖坑它会上。那现在这个位置挖坑，下方的 RSI 指标也是来到20到30，就算它不上，这个位置有可能短期先看会不会盘整了以后，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再上啊。当然你要法，如果低于8万，观点也是不变，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的买点。所以希望朋友们，我个人是觉得全世界的法币都在乱印发，比特币就是针对法币的革命性产物，全世界才2100万枚，下跌我的观点是有可能就是机构又在骗散户。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这张图表，昨天给大家分享的狗狗币整个大长线几个高点连起来的一个下降趋势，然后这几个低点连起来形成一个夹角，有可能整个中线不排除也是一样哦，主力在骗散户的筹码，因为历史的经验往往看涨楔形的结构，后面可能估计都是涨的。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